光影23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我是阿月，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一起来看今天的温蒂的幸福剧本。故事开始前，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201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已经21岁的温蒂却过着不同于世俗意义的生活。这个年纪的她没有上学，没有谈恋爱，唯一的爱好就是每晚6点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星际迷航》。温蒂是《星际迷航》的头号粉丝，关于主角斯波克的故事，她怎么也看不腻。而最近，《星际迷航》的制作组举办了剧本创作大赛，获奖者竟有10万的奖金收入，这让温蒂那颗热爱创作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温蒂自幼患有自闭症，父母双亡后便被姐姐送去了特殊教育学校。今天一早，校长斯考蒂便找来检查他这段时间的学习变化。尽管温蒂还是无法与人对视，但在得知下周姐姐要来看自己时，他已经能用语言准确描述出自己紧张的情绪，这让斯考蒂很是欣慰。紧接着，温蒂要例行复述每天的日程安排，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出门时不能穿过市场街，过马路时不能闯红灯。他就像是被程序设定好的机器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出错，他才有希望锻炼出在这个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但当温蒂被斯考蒂要求重复最讨厌的家庭住址时，他的情绪突然失控，大喊大叫起来。斯考蒂内心默默叹了口气，温蒂还需要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温蒂被要求沿着固定的轨道生活，但偶尔也会开点小差。如今距离投稿截止仅剩7天，可温蒂还没能把脑内那个关于斯波克的全新故事尽数留在纸面上。于是他在遛狗的时候构思具体情节，上班做肉桂卷的时候也在推敲人物台词，以至于忽略了同事尼莫送给自己的唱片，那是尼莫自己的音乐作品。但他见温蒂无动于衷，倒也不意外，像他这样的人似乎根本无法理解常人的感情，而尼莫要做的就是多多包容。另一边，斯考蒂像当初介绍温蒂去面包店工作那样，又帮学校里的另一名学生找到一份在杂货铺的工作，让患者尽可能的多与外界接触，有助于他们更快地融入社会。可斯考蒂不仅有一屋子的患者要照顾，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也学不会消停。他还没介绍完具体的工作内容，就因儿子打架被匆匆喊去了学校。而温蒂下班以后看向商场里的天窗，那样一方小小的玻璃窗就像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让他不免又想起异世界的斯波克。在自己的故事中，斯波克会凝视着一个幽暗的深渊，会穿梭于不同的时间线，会拼尽全力拯救联盟。在一刻也不停的专注思考中，温蒂终于赶在截止日期前写完了剧本，而他作为资深影迷，还在末尾处使用星际迷航独创的克林贡语写了几段彩蛋。温蒂信心满满地将剧本呈给斯考蒂，自认为能从他那里得到夸奖。然而斯考蒂回家后，面对满纸专属于星际迷航的名词，一时犯了难。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这又是什么生物？温蒂的姐姐奥黛丽最近正在搬家，她打算卖掉母亲留下的房子，给刚出世的女儿露比换一个地段更好的住处。收拾东西时，奥黛丽找到一盘尘封已久的录像带，画面中的妹妹那时已确诊了自闭症。虽然温蒂总是大叫，但她安静下来时又像洋娃娃那般精致可爱，会依偎在自己身边一起弹钢琴，琴声笑声交织在一起，编织出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过往。往事历历在目，奥黛丽实在是舍不得送温蒂离开。然而人都会长大，她也有自己的生活与家庭。新家放不下旧物，奥黛丽不得不将小时候的大架钢琴丢出了门外。而她在做完这一切后，又去看望了妹妹。温蒂一见奥黛丽，就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即将参加的剧本大赛，获胜者可以拿到10万奖金，这样她就有钱，可以让姐姐不用卖掉房子了。父母去世后，奥黛丽是温蒂唯一的亲人，那栋房子承载了太多两人的珍贵回忆。
温蒂还是想和家人住在一起，更何况姐姐现在还有了小宝宝。她看着照片上侄女露比的可爱脸蛋，一股说不上来的感动盈满于心。温蒂恳求姐姐带自己回家，她想让奥黛丽知道她已经能养活自己了，甚至还可以去照顾露比。可奥黛丽考虑到温蒂的病情，只是一个劲的沉默摇头。姐姐的拒绝让温蒂本就不稳定的情绪彻底崩溃。奥黛丽看着温蒂那副歇斯底里的模样，突然感到一股绝望。为什么妹妹会患有自闭症？为什么自己和她不能像一对普通的姐妹相处？奥黛丽躲回车内，也只有在这无人在意的角落里，她才敢用哭声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星际迷航的斯波克一样，温蒂也处理不好与家人的关系，她的言语挽留不了奥黛丽离开的脚步，只好独自埋在被子里消化悲伤。可突然间，温蒂瞥见了活动的宣传页，阅读着上面的参赛要求，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竟错过了邮寄剧本的最后时间，但方法总比困难多。温蒂决定赶在下周2截止日期前，亲自把剧本送到洛杉矶的派拉蒙电影工厂。可温蒂此前从没单独出过远门，她去过离学校最远的地方，就是每天搭乘312路公交车抵达的面包店。温蒂社会经验近乎为零，于是她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只用搭乘公交车便可以抵达洛杉矶。温蒂在天不亮偷偷溜出学校，她没有多少行李，抱上每天都遛的小狗皮特，一人一狗就这样踏上前往洛杉矶的旅途。可公交车哪有跨市运行的道理？温蒂很快就遇见了第一个困难，每一个停靠的司机都摇头否认自己去洛杉矶。温蒂一直等到日头越来越晒，才出现一个好心司机，指导他该去巴士中转站，才能坐上前往洛杉矶的大巴。但想要去中转站，温蒂必须穿过从没去过的市场街，望着眼前陌生的街景，熟悉的恐惧让他迈不开脚步，是屈服退缩，还是一往无前？温蒂从溜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选择。想想最爱的星际迷航，想想那个无数个日夜构思出来的剧本，想想获奖以后就可以和姐姐生活的可能，她不再迟疑，而是小心翼翼迈出第一步，直到她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坚定。可温蒂抵达中转站后，好不容易找到开往洛杉矶的巴士，又被司机拦了下来。经由对方提醒，她才知道自己不能再像坐公交车那样投币，而是要去大厅买车票。温蒂取下脖子上的小本，记录生活里的又一常识。折腾一番后，她终于成功检票上车。可巴士不允许携带宠物，温蒂只得小心藏好皮特。然而正当她欣赏窗外风景，默默感叹这是与3点一线生活截然不同的经历时，皮特突然叫个不停，吵着要去上厕所。温蒂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向司机谎称自己有个朋友，能否靠边停车行个方便。可他话还没说完，皮特就在车厢内痛快地小便起来。司机见状愤怒不已，温蒂与皮特也因此被赶下了大巴。但这条公路除了周围光秃秃的草木，半天也不见来辆新的大巴。温蒂记挂着截稿日期，只好选择徒步前进。他也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当毒辣的阳光蒸发掉瓶子里最后一滴水时，温蒂不得不暂时歇下来寻找水源。他走进路边一家废弃农场，刚喂皮特喝了2口水，身后便传来孩子的啼哭声。温蒂循声望去，发现那是一位母亲，正怀逗弄着怀里的小宝宝。孩子肉乎乎的脸蛋激起温蒂心中无限柔情，令他突然想到了姐姐家的女儿。虽然自己从没真正见过露比，但肯定也会和这个孩子一般可爱。那位母亲自称朱尔斯，而在这陌生的地点遇见了陌生的人，朱尔斯却不见多少警惕，反而对温蒂展现出惊人的信任，直言要把孩子送给他抱一会儿。在得知温蒂要去洛杉矶参赛，朱尔斯甚至好心地提出要捎他一程。温蒂面上不显，心中却大喜过望，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想都没想就丢下双肩包，打算上路前再去接点水。可就在温蒂转身的刹那，
朱尔斯立即展露本性，偷走他包里全部的现金。等到温蒂返回时，朱尔斯的男友更是装都不装，直接抢走他脖子上的随身听和笔记本。而温蒂在路上可以不听音乐，但不能没有那个笔记本，那里面不仅记录着他所有关于生活的经验，还有姐姐送给自己的路笔照片。温蒂发疯般嚎叫，朱尔斯才把本子还给了他。望着扬长而去的汽车，温蒂心中满是挫败感，自己还没走多远，就又是被赶下巴士，又是被欺骗、被抢劫的。此刻温蒂走在陌生的街头，耳边传来嘈杂的闹市声，突然发现现实社会充满了他无法理解的复杂与曲折。在这极度的不安中，温蒂哼唱起小时候姐姐教给自己的儿歌。每当他感到焦虑时，记忆中的这段旋律就是最好的安慰。温蒂一路撑到电话亭，他想要报警回家，可看着相片上路比那张纯真的脸蛋，温蒂又在瞬间改变了主意，转身继续上路。他不能中途放弃，因为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万一获奖，他就能带着10万美金回归家庭了。与此同时，校长斯考蒂也发现了温蒂的失踪。他注意到墙上的活动宣传页，意识到温蒂肯定是前往了洛杉矶，便立即前往车站查询购票信息。在得知司机开到5号洲际公路时，将温蒂赶下了车。斯考蒂连忙将消息分享给在家里焦急等待的姐姐奥黛丽，而他们谁都不知道温蒂此时正饥肠辘辘地走在大路上。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便利店，却又发现钱包被洗劫一空。好在夹层还有些零钱，温蒂便只敢凭着偶尔的购物印象买一包最便宜的士力架。然而结账时，收银员居然称这要18美元。唯唯诺诺的温蒂也不敢说个不字，他慌张地翻遍皮夹凑钱。可就在这时，一个老太太突然出现，毫不留情指责收银员在欺负人。什么18美元，这分明只要3美元啊！老太太安妮告诉温蒂，社会险恶，出门在外多长点心，不要让别人占去了便宜。他顺势想要伸出手安抚温蒂，岂料他猛地把手抽走。安妮见状却露出释怀的微笑。温蒂显然和自家孙子是相同的情况，都患有自闭症，可这样的孩子善良，却分辨不出人心的险恶。想到这里，安妮心中更是心疼。温蒂独自在外行走，一路上肯定吃了不少苦头，他索性承担起照顾的责任，打算护送温蒂平安抵达洛杉矶。在安妮的帮助下，温蒂总算是又坐上了大巴。此刻他借着夜晚的月光，边做针线活，边和安妮分享自己剧本的内容。不过安妮和斯考蒂一样，听不太懂这些围绕太空宇宙之类的故事。安妮其实是个内心孤独的老太太，她打心底里疼爱孙子，却无奈与孙子分隔两地。说到底，不过是怕给家人添麻烦。毕竟安妮年事已高，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她能做的就是目送深爱的家人与自己渐行渐远。安妮的这番话突然让温蒂想起了姐姐，她不禁开始反思自己执意要跟着奥黛丽住的举动，是不是在给姐姐增添负担呢？但对于此刻的奥黛丽来说，时间要是能拨回那个不愉快的上午，她一定答应温蒂把她接回家。奥黛丽现在是坐也坐不住，找又不知该往哪个方向找，只好把自己锁在车里，焦急等待斯考蒂的信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很快到了凌晨，而斯考蒂通过一番苦苦寻找，终于找到了温蒂的踪迹。原来温蒂乘坐的巴士因司机疲劳驾驶出了车祸，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和医院前台确认信息无误后，斯考蒂立即喊上儿子山姆，一同驱车前往医院。斯考蒂谈起那个自己看不懂的剧本，他不理解为何温蒂会对星际迷航如此痴迷。山姆也不敢确定具体缘由，但也许是温蒂从某些角色身上找到了共鸣之处。比如剧里的斯波克，由于血统不够纯粹，无法处理好自己的各种情绪，以至于和家人总是闹出矛盾。斯考蒂闻言瞬间释然，这与患有自闭症的温蒂何其相似。而另一边，车上睡了一整晚的奥黛丽，在得知妹妹行踪时，也顾不上整理仪容仪表，一脚油门直接往医院冲去。就在大家赶来的路上，温蒂也悠悠转醒，幸好她并无大碍，
只是轻微脑震荡。可温蒂刚准备离开，又碰上护士要带她转移病房，但明天下午就是最后的截稿日期，时间根本拖不得。温蒂不得不借上厕所的名义，营造出一个跳窗逃跑的假象。听着护士们着急忙慌离开的脚步声，她露出得意的微笑，从藏匿的洗手台下钻出，拿上背包，换好衣服，一气呵成。临走前，温蒂还不忘为小狗皮特留个便条，拜托前台帮忙照顾一下。可就在这时，有护士注意到他的身影，温蒂连忙从消防通道往楼下逃去。但他在下楼时不慎撞上一个人，背包里400多页的剧本瞬间洋洋洒洒飞出去一大半。温蒂看着散落一地的剧本，急得想要跳脚，可身后还有护士在追捕。他顾不得捡地上的纸页，拔腿就往大路上冲。于是等到斯考蒂与山姆赶来时，留给他们的就是这一地狼藉。山姆捡起地上的 A4 纸，读了2行，便意识到这是温蒂创作的剧本，而他们与温蒂再一次擦肩而过。温蒂此时独自一人走在荒凉的小道上，他满脑子都是刚刚被迫丢下的创作，格式正确的打印完整剧本，这是举办方唯一的要求。可缺失了这么多部分，自己手里的剧本又何谈完整呢？温蒂陷入情绪的迷宫，在反复背诵举办方的要求中，脑袋里的那根弦也愈发绷紧。他多么想要像以前那样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但这里只有他自己，没有斯考蒂，没有姐姐，就连小狗皮特也不在身边。温蒂一路走来，期间被人骗过，也被人帮助过。他从中了解到的最重要知识，就是自己要照顾自己。不要哭，温蒂，坐下来，好好冷静一下。他拿出剧本，一字一句念着自己创作的世界。这时，垃圾桶里的废纸引起温蒂注意。丢掉了剧本又如何？想想斯波克流浪太空时是怎么做的，想想支撑你走到现在的是什么？家人、梦想、热爱，这些你真的肯放弃吗？想明白的温蒂坐了下来，在废纸的背面重新写下关于斯波克的故事。 The unknown is there for us to conquer, not to fear. 温蒂一直写到天黑才肯起身，其实明天就要交稿，现在再补肯定来不及，但他一定要去试试，一定要去看一眼创作了星际迷航的派拉蒙公司究竟是什么样。当温蒂抵达售票厅时，却被告知如今最早一班去往洛杉矶的巴士还要等到明早8点才发车。而温蒂并不气馁，等就是了，毕竟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温蒂找好位置坐下来，继续他的创作。等到车站关门的时候，温蒂便跑去门口的长椅睡下，好明早第一时间买到车票。而售票员锁门下班时，还好心为他盖上一张毛毯。另一边，奥黛丽也与斯考蒂在医院会合，现在谁都不知道温蒂究竟藏在哪个地方。他遥望天边的明月，一阵悲伤渐渐涌上心头。妹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挨饿受冻，他全都不知道。当年母亲去世，照顾温蒂的担子落在自己身上时，奥黛丽突然心生退缩。那时她结了婚，有了孩子，实在是无力再去照顾一个患病的妹妹。奥黛丽不是不爱温蒂，只是现实的生活总不如童话世界那般轻松无忧。她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却没曾想竟然弄丢了温蒂。斯考蒂其实很惊讶温蒂居然有出远门的勇气，毕竟在自己的印象里，她一直都是个胆小的女孩。可温蒂又是那么富有创造力与韧劲，为了一个目标可以不惧任何艰难。她的成长大家都看在眼里，也许我们不用那么费心呢。一觉睡醒的温蒂精神饱满地走进公共卫生间，开始认认真真地梳洗打扮起来。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呢，下午5点就是交稿的最后期限，自己终于要走进派拉蒙公司，亲手递上那不算完整的心血创作。温蒂激动地站到窗口前，想要买一张前往洛杉矶的车票，可车票价格要22美元，他全身上下只能凑出7块5毛2。温蒂鼓起勇气，开始叙述自己这一路来的不容易，希望售票员能通融一番，可还是被无情轰出了售票厅。温蒂失魂落魄地走出大门，但在看到巴士行李舱时，
一个计划顿时浮现心头。他躲进人们放行李的地方，回望这有惊无险的3天，温蒂不敢相信自己竟真的站在了洛杉矶的街头。看来这一切也没有那么困难吗？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出逃早已引起全城警察的关注。就在温蒂四处询问派拉蒙位置时，路边巡逻的2名警察认出她是失踪的女孩，立即下车喊住温蒂。可温蒂不愿功亏一篑，见状扭头就跑，却不幸躲进了一条死胡同里。警察弗兰克想起家属报案时提起温蒂是为递送星际迷航的剧本出走，而他自己恰巧也是星际的粉丝。为取得温蒂信任，弗兰克竟使用星际里的克林贡语与温蒂进行交流。这番举动大大降低温蒂戒心，他这才乖乖跟随弗兰克回警察局，等候姐姐他们前来认领。在等待的途中，温蒂讲述起他创作的大纲，弗兰克被这精巧的故事吸引，忍不住连连赞叹。温蒂收下他的赞美，内心却忍不住一阵失落，终究还是赶不上了。这丢失近100页的剧本怎么能获得举办方的认可呢？可就在这时，奥黛丽3人带着当时温蒂遗落的所有创作出现在警局之内。温蒂接过这失而复得的一沓纸页，一直空落落的心也好似终于被什么东西填满，让他的眼眶一阵发酸。是感动还是高兴，温蒂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他又可以去追逐梦想了。此刻温蒂坐在前往派拉蒙的车上，感受掌心里皮特毛茸茸的触感，他那根紧绷的弦才彻底放松下来。这里有他最爱的姐姐，有教导他成长的老师，温蒂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将剧本郑重套进档案袋里，等车一停稳，便迫不及待下车朝派拉蒙公司走去。看着眼前过去总是畏惧的路口，温蒂发现一直萦绕于心的恐惧不知何时竟消失不见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信号灯，只待红灯过去的那一瞬间，便大踏步朝着公司内部走去。去吧，我可以的。温蒂迎着午后热烈的阳光，一步一步地向心中那个灿烂的梦想走去。当温蒂根据地址走进举办方的收发室，却不料遭到工作人员的刁难，对方连眼神都懒得施舍，直说他们只收寄过来的剧本，不接受个人递交的创作。工作人员的拒绝令温蒂如坠冰窟，可紧接着一股怒火从他心底涌出。如果放到过去，温蒂绝对会忍着不甘，灰溜溜离开，躲进被窝独自伤心。可如今他历经艰险，就是为递出手里的这份稿件。温蒂早已不是过去的他了。3天前跨过市场街的不只是自己的一双脚，还有一颗渴望成长与改变的心。他不再忍耐，而是拦下工作人员，将自己心中想法尽数倾吐而出。你知道写就一部作品是多么艰难吗？我没日没夜地思考情节，不厌其烦地修改字句，为的就是能让大家看见我最完美的作品。你凭什么因为这一可笑的规定就来否定我过去每一个竭力思索的日日夜夜？我只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机会。可工作人员还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模样。温蒂灵机一动，直接把档案袋塞进收信箱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看你这下怎么阻拦我。温蒂心满意足离开公司，随即昂首阔步地穿过路口。他毫无保留地将视线投向姐姐的所在，似是在说，看吧姐姐，我做到了。顺利抵达学校后，奥黛丽拦下了温蒂。温蒂本以为姐姐要责怪她在添乱，谁知姐姐居然夸赞她是自己的骄傲。在那一瞬间，温蒂一路上积攒的所有害怕、疲惫，通通不翼而飞。其实他创作的不仅仅是斯波克的冒险故事，也是想要送给姐姐的一个礼物。在无限大的宇宙中，只有你和我，只有我们这2个小小光点，追寻着心之所向。温蒂回到学校后，不再吵着要回家，他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真正的独立，这样姐姐就不用总是操心着他。可最终，温蒂也还是没能赢得比赛奖金，但举办方寄来的信件却让他为之一振。他们感谢自己的创作，鼓励自己不要停止创作，永远不要放弃讲述自己的故事。温蒂回望过去这短短一生，抛去那些偶尔的不愉快，
剩下的竟全是值得感激的人和事。谢谢你，思考帝，帮助我如何融入社会。谢谢你，尼曼，愿意与我做朋友。不久以后，温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收到姐姐寄来的信件，而那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露比想要见你。温蒂望着小侄女的照片，突然感到今天的天气是如此暖和。奥黛丽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卖房，她与丈夫留在母亲的房子里抚养露比。而当温蒂沿着记忆里的路走到家门口时，她在小时候的钢琴上弹起小时候的旋律。一曲终了，温蒂抱着露比依偎在姐姐怀抱中，一个名为家的宇宙在门廊下缓缓展开。全篇完。哦，对了，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温蒂的幸福剧本是2017年美国剧情片，这是一个有关自闭症患者如何重新回到家庭的温馨故事。一粒微光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能走多远？孤独，无人回应。温蒂时常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状态。影片将《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与他完美结合在一起，两人都是一样的不善与人交流，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可对温蒂而言，明明这个世界已经那么难了，他却从没有放弃生活。他愿意付出努力去改变现状，愿意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愿意凭借出色的文笔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总有人在抱怨生活，抱怨不曾拥有的，抱怨争取不到的，但从不会感恩自己拥有的。不如像温蒂那样，试着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呢？星际迷航是个系列作品，大家最喜欢哪一部呢？也许一部电影或者一个系列的电影真能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像星际迷航一样的作品给你留下极深的印象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我们下个故事见。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阿月在此先行谢过，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